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今天我们做雪肤云朵面包，红薯夹心馅的，组织松软，配上有点脆的奶香雪肤皮和带膏的造型，妥妥的必做款。首先来和面，打面缸下铁做的时候，建议先冷冻1个小时，有助于控制面温。加入350克高筋面粉、15克奶粉、30克白砂糖、3克激发干酵母，也就是配方中的固体材料，混合均匀，然后再开始加入液体材料。1个大号鸡蛋，给大家看一下蛋液重量，再加入20克炼乳，增加奶香味。接着加入牛奶，第一次做的时候建议预留20克的牛奶，前面鸡蛋大小不同，这时候可以用牛奶用量来调节。黄油和盐先不放，先用除湿机的滴数和成团，用时3分钟左右，看不到该粉或者该粉和不进去了，停下来，手指掐一下，略沾手指就好。如果完全不沾，那就慢慢加入之前的牛奶，然后提高速度打面。这时候计时，记录一下打面时间，做多了自己就知道什么面团大概需要打多久了。随着面筋的形成，面团会成团，附着在面钩上，成为一体，表面会慢慢变光滑。我一般就用表面光滑度来初步判断有没有到达扩展阶段，也就是加入黄油的阶段。可以将机器调慢一点，看到表面光滑了，停下来，解一小块面团，检查一下拉模情况。拉模的时候，双手上下扯开，呈现后模就可以了，洞口呈锯齿状。下面加入软化的黄油和盐，滴数混合，将黄油融入面团中。黄油也阻碍面筋形成，所以要后面加，太早加会增加打面时间，但是又不能太后面加，加太晚会导致过分的搅打面团，容易将面筋打断。所以呢，面包师傅采用了面筋7-8成这个黄金分割点来加黄油。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，黄油会比较滑，所以这时候可以用剪刀将面团截小，这样会加快黄油跟面团的融合。这一步需要4分钟左右，大家一定不要心急，否则黄油油脂太滑，速度太快会导致打面不均匀，造成面筋的不均匀。看不到黄油之后，提高速度，开始打面。加完黄油后的打面基本上3到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，所以不要走开，以防面筋被打过。同样也可以用面团的光滑度来判断，最后的面团表面光滑。我们继续来检查一下模的状态，可以直接在面团上把模扯开，也可以揪小块下来检查模的状态。这时候的模明显比刚才薄多了，洞口也会比较光滑。测一下面温，控制在27度、26度以下。我们再看一下锯齿边缘的状态，是比较光滑的。将面团收圆，放在烤盘上，放入烤箱或者微波炉，28度左右，开始第一次发酵。一次发酵到2倍大，用时大概50分钟左右。一发完成的标准就是体积，然后按压侧边，留取印记，又有点回弹就好了。将面团转移到案板上，撒上少许干粉，进行排气。用刮板粗略地分成8份。每一个剂子在80克左右。下面开始滚圆。滚圆方法之一，四角向内折叠，然后滚圆收紧底部。方法之2，拍扁面团，对折，拍扁再对折。同样滚圆、收圆、收紧底部，2个方法都是可以的，看大家自己适合哪一个。下一步就是松弛，
目的是为了将刚才滚紧的面筋给它放松一下，方便后面改制包馅。松弛的时候，我们来涂抹一下模具，软化的黄油涂抹在模具的四周和底部。如果是不摘模具的话，可以不涂，或者铺上油脂也是一样的，但我比较推荐涂黄油，这样烤出来的面包侧面会比较好吃，脆脆的。同样准备一些蒸好的红薯，我就是纯的红薯泥，没有加任何东西。取一个松弛好的面团，稍微按压排气，用擀面杖稍微擀几下，记得将周围的小气泡给拍除。放上一些红薯泥，用包包子的方式将面团收紧，放在案板上搓圆，放入模具中挨个摆好。开始第二次发酵，可以在烤箱中进行，35度，放上一杯热水增加湿度。二发的时候，我们来做表面的雪肤皮。雪肤皮是面包很好的装饰与调味，做法也很简单，软化的黄油、糖粉混合，加入牛奶、低粉，用带抽抽到细腻就好啦，是不是超级简单？但是会给面包增加了特别好的颜值和口感，所以说这个配方大家一定要记得收藏起来，平时做面包的时候可以调成其他不同的口味，用来装饰面包是非常实用的。找一个这种瘪的锯齿形的标花嘴，将雪肤皮装入标花袋中。二发需要大概45分钟左右，这个面包二发发好会特别的明显，因为它会长大，然后就挤在一起，特别容易拍断。将刚才的雪肤皮挤在缝隙处，最后可以给面包刷上蛋液或者牛奶，这个不刷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放入烤箱180度烘烤40分钟左右。如果烤箱太矮的话，记得要随时的盖上锡纸，以防烤过度。出炉之后，去除模具，放在晾架上，将面包晾凉。因为之前模具都刷了黄油，所以烤好的面包底部跟侧面是有点脆脆的口感，颜色也会非常的好看。看看这柔软的面包，特别的好吃。这款面包整形简单，烤出来外形饱满，组织柔软，雪肤皮又增加了口感，非常的细腻好吃。自己在家做面包呢，没有添加，自由调配含糖量，可以加入全麦、杂粮等等，所以赶快跟着做起来吧。有任何问题给我留言，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进步。这款面包真的非常好吃，我再给大家安利一下，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下。里面的馅料呢，可以换成自己喜欢的馅料。那我是毛毛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雪肤面包视频，有任何问题记得留言哦。我们下次美食视频不见不散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还请给我点赞关注，拜拜啦。